姐曾经告诉过我说，她答应过妈妈是不会把我妈妈送进疗养院的。可是到最后，到最后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那段期间，当妈妈很严重的时候，我书里面有就是描写对，我已经天天吃安眠药了，可是我妈妈可以3天3夜都不睡觉，我就一直从家里，我们是住 HDB 的嘛，4房4，她就是每天走，她已经不能走了，她就叫那个我哥，所以你扶着她，其实她很重了。那有一天我duty晚上，我最记得11点多我开始走到3点呢，她没有 stop， 她已经，我整个人已经差不多要跪下来了，妈，你可以 stop 了吗？就这样子到最后我们就到一个崩溃了。后来我就觉得我很感谢了，在生命走到一个缺口的时候，就出现了天使或者贵人啊。当时我们就一个天主教的修女就看到，她就来我家，然后后来她就觉得说我跟我姐姐2个人需要 respite 起码了啊。后来我们知道她骗我们的啦，因为她知道我们是绝对不会送我妈妈去那个 home 的嘛，然后就去了。然后我还记得那天就要送我妈妈去了嘛，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的小舅说，我去不了，我不要送妈妈 ，I cannot take it。然后我姐姐他们都去，我舅舅也是说 OK， 他就去到那里。那个social worker就跟我讲啦，你的2姐很 cute， 她以为没有人看到，我们全部人都知道，她就是一直不要走嘞，然后就一直在那种那个比勒那边嘛，比如这样远远就一直看，一边流眼泪，一直看着我妈妈，其实带着很多的不舍。对她是很残忍的，我直接跟她讲，我说跟你妈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妈已经不记得你了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只为了你自己。你只为了你自己心安，你想他，你去看他，他不想你了，所以那个感情跟感觉，其实你把它分得很清楚，你自己就不会那么痛苦了。我其实很残忍跟他讲，你所有做的一切，你说你要去看他也好，你要去为他做的很多事情也好，都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心理的需求，跟你妈妈没有关系的。当我们想通这一点的时候，其实是很残忍，但是其实是很现实的。从我文章里头有一段是提到这个不完美的孝道，特别是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头我觉得我们很少有这样的 conversation， 我们有很少这样的一个对话，到底要用怎么样的照顾的方式才是最好的？当然，我们很传统上的就是你家里的人就要负责去照顾他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你的家里的人，特别是面对现在的那个压力的时候，如果你走到一个地步，好像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讲说，一般来讲他也觉得是，可是到时候你妈妈的情况，你们真的没有办法照顾她，因为她需要 24/7 这样，你们怎么可能呢？当然，我觉得另外一个，我坦白的讲，另外一个也有一个，我对我自己来讲，有一个面子的问题I'm a social worker嘞。我还整天写文章什么一大堆嘞，对吧？我还拿什么 outstanding social worker 嘞，结果你爸把你妈妈送进去的时候 ，Oh my God！